佩洛西意欲访台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感到困惑。美国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前不久才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上，美国总统拜登信誓旦旦四不一无，可一转眼就传出佩洛西要访台的消息。美国在国际事务当中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信用？而拜登是不是还说话算话呢？金先生，这个他讲的事不亦无益啊，我觉得应该是真诚的啊。可是由于他这个权威不够嘛，这个不能协调各派嘛，所以呢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他本党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那个行为。因为像佩洛西呢，也属于民主党内的大佬吧，他自认为他的资历在那个拜登之上吧，所以就出现这个情况啊。这方面，总统呢，一方面啊，总统是那个给中国有一些承诺，但另一方面，哎呀，屡屡啊发生就是美国的高官和高级政治家呀，这个违背这个总统承诺，所以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就名义上，美国最高领导人承诺啊，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但实际上好多事情在发生，在掏空一个政策的基础。这个当然对中美关系冲击就很大了，对我们就是展开正常的中美交往就形成了很大的挑战。我们也注意到啊，最近无论是奥斯汀还是米利，都一再说中国要颠覆现在的国际秩序。但是我们也一再说我们并无此意。金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猜忌是不是变得更加深刻，也更加没有理性？其实美国不太重视我们的态度，重视我们的能力啊。那么中国现在能力呢，确实是上来了。那么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那个分析啊，2014年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啊，我们中国的 GDP 就超过了美国，这个尤其是制造业超过了美国。那么现在啊，到今天我们讲话的时候，大概按照购买力评价，就是所谓的实质 GDP，我们大概是美国的130到140之间了，超的还挺多的，知道吧？这样一来呢，对美国他就认为有这个挑战，就是虽然你态度还可以啊，但是你的能力在威胁我，所以这就麻烦了，就是中国干得太好了，你这个本身就是原罪，你没有什么别的毛病啊，没有犯错误，但是你干得太好了，有可能挑战我成为未来的一把手，这个本身就是原罪，是吧？这个 OK，这就是现在的一个麻烦，就是我们中国确实在崛起啊，这个然后美国不接受，这是现在中美出问题的根本所在。美方一些人士啊，还狂妄的要替中国总结乌克兰局势的教训，但是在这种狂妄背后，又让人感觉到一种心虚，让人感觉到外强中干、色厉内荏。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美国，我们现在应该如何与之打交道呢？站在咱们中国角度来讲啊，这个肯定是无效的，是吧？因为咱们中国是很有战略定力的一个国家。关于俄乌问题嘛，我们还是按照现在那个政府的这个立场去做呗。一方面呢，我们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啊，一方面要让大家理解俄罗斯这个被北约东扩压迫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尽量劝谈促和嘛，这是这个问题。台湾问题呢要分开，把这两个问题分开啊。那个台湾问题反正就是我们中国发展自己综合国力啊，这个稳步的，对吧？按照我们的节奏，来推动它的解决。那么，我相信我们的政府高层、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决策者，甚至我们的那个军队等等各个部门，都会密切关注乌克兰这场冲突，深入研究俄乌冲突里面的很多道道。台湾问题从性质上跟俄乌冲突根本是两码事。那么在中国的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手软的。我们会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方式，该出手的时候就会出手，不该出手是不会轻易出手的。我们也绝对不会屈服于美方的这些压力。那么涉台的外交工作是需要依靠我们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同时呢，也需要有一批非常干练的、非常有折中能力的外交高手，他们在国际间长袖善舞，来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和平理性
我们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保持独立自主，我们要维持强大的国防的力量。那么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该谈判就谈判，该合作就会合作，但是呢，该针锋相对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示弱，一定会针锋相对的。佩洛西现在是推迟而并非取消访台行程，那么这件事情坦率的讲，无论是真阳假阳，恐怕呢都让佩洛西丢了面子，在美国国内政治当中也是失了分的。那么一旦他觉得时机成熟，他会不会报复性访台呢？刘先生，他为台湾做了很多事情，那么找个时间来收账，来得到回报回馈，就像蓬佩奥这样的，过去收一些那个赞助费，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更充足的准备，也就是说设计出更加精妙精准的反制佩洛西访台的这种反制措施的预案，借力使力，化危为机。其实对于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绿媒没有敢太吹，美方呢也比较低调，背后是什么原因？王先生，这个其实我觉得啦，在民进党政府，他其实早就应该就已经备好方案了，准备好迎接的一个方案了。那只是这个什么不敢那个大肆的一个宣传，跟过去不太一样哈。但是如果他真的成型了，到台湾来以后，他就会大肆宣传了。好，所以这一次的，因为这个敏感性很高，所以台湾这个在高层是比较低调的，美国也低调的，但是事实很多人就透过这个日本的小媒体这样把它释放这个信息出来了，其实也有意的这个破坏它的一个行程吧。有人觉得啊，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在逼我们动手，以便从中渔利。刘先生怎么看？因为这个时候台海地区发生战争，对美方来说到底是利还是弊，或者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这个问题美方自己没有定数的，他们自己到现在为止都还吵半天。当然我相信美国内部的确是存在着一大批人，他们试图逼迫中国政府在那个台湾海峡展开军事行动。我们要强调是，另外还是有不少的美国的智库学者、美国的官员，特别是他的一些常任文官，他们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说，保持台海地区一种不统不独的这种态势，那么避免直接与中国军队在台海发生战争，这个是美国的最大利益。从美方到现在为止公布的各种这种兵棋推演来看的话，美方他们自己也认为说，在台海地区直接介入他们没有胜算。另外一方面就是美方极大概率他是要丢掉这张台湾牌的。那么台湾牌丢掉还不打紧，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是发生骨牌效应。我想美方在采取行动之前，一定会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周全。美国会不会同样的操作，牺牲台湾，消耗大陆？你要干扰中国的崛起，干扰中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时候，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当然就是什么？这个台湾旗，台湾这颗旗子，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像那个3月份的时候，那么我们这边的安全单位调查了100多家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大陆的公司说是经济挖角台湾的科技人员那这个东西也是在干扰，等于是两岸经济合作层面的这个方式啦。那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只要能够阻止大陆的崛起，甚至于阻止大陆军事工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说实话，对美国来讲，牺牲一个台湾又如何？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图谋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在做一些打算吧。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再次打补丁卖服务，以爱国者项目人员技术协助案的名义批准了95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
有意思的是呢，每逢军售都会把美式武器吹上天的民进党当局，那么现在只吹美台关系，对军售的实质内容却语焉不详。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先生，美军不能用这个正常的名义来驻台，所以他就用转型改变成这种所谓技术人员来这个什么，到台湾来。那这个技术人员，当然我们也知道，有的是这种像金火公司的技术人员，洛克马丁啊，整个这种美国公司，有的其实也是美军把它转换成这个什么，这个技术人员到台湾来。所以美台的技术合作，它其实已经不是在金火上的合作，而是在软体的，我们讲的软件上面那么进行这一种，比如说教学、训练，使用这个武器的，特别是现在来讲的话，都是 AI 系统的。我觉得美国大概现在最大的一个对台的一个什么建构的东西，就是一个什么，前面提到的一种遥控战争，就像现在它可以遥控这个什么乌克兰战争一样。那这些东西就需要很多的这种技术人员来这边重新部署一个比较高端的这种所谓 AI 的系统，所以我觉得大概台美的这个军事合作可能也在往这一个层面在进行了。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美国就不怕牺牲台湾了。近段时间以来啊，美国军政高级官员和岛内民进党当局大肆炒作乌克兰问题，凸显中国大陆对台湾构成严重威胁。那么这背后呢，有什么险恶用心？又是否预示着今后的某些变化？在乌克兰一场战争已经把这个什么台湾人打醒了，就花姐说这是不可靠的。但是呢，看到这个乌克兰战场里面都是美国送武器或欧盟送武器进去，所以台湾人认为美国会军援台湾，但是美国会派兵帮你打仗吗？不会。我们都知道说，台湾面积是非常小，乌克兰的国土面积非常大。那么乌克兰跟其他的北约国家之间还有着那个直接的这种陆地的连接。那台湾地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面积很小的一个海岛，四周都是大海。在这种情况下，它很容易就陷入孤立无援的这个境地，跑都没地方跑。那么中国政府更重要的是，它也不是俄罗斯，中国军队也不是俄罗斯的军队，所以用所谓的乌克兰话来比较未来可能发生台海战争，这是不可取的，有点不伦不类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倒是也说了，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完全不具可比性。但是呢，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情况，尤其是在年底要举行中期选举的背景下，是否会使美国对华战略丧失理性？刘先生，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定是料敌从严的，必须做好美国蛮横介入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美国会不会冒险？我们来看目前美国国内的形势以及美国所处的这个国际大环境一直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呢，应该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我相信俄乌冲突对于各方都是有启示的，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对于美国方面，对于台湾当局都是有很多的启示。那么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说，做认真的准备，做万全的准备，做充足充分的准备。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准备的越充分，我相信最终问题的解决的方案就会越多。引人瞩目的是，特朗普下台前曾经2次给解放军高层打电话通风报信的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最近呢却放言要让大陆知道武统台湾是不可能的。斗气的话呢，咱们也不用在这里讲。那么米利这个话表明了什么？是否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有调整？金先生，就是最近这个乌东危机当中，美国人突然发现说，哟，俄罗斯打得不怎么样，然后经济上呢，美国发起的制裁挺有效，对吧？这个时候在台湾问题上，这个他的信心也上来了。就美国整个军方现在对俄罗斯军方的军事能力评估是下降的，那么连带的对中国呢，也有点轻视啊。于是现在台湾问题上讲话就狠一点。
我感觉在经贸问题上，美方近期表态其实是有所松动的，因为毕竟国内的通胀问题摆在那儿。但在经贸问题上松动的同时，在战略上却又在步步紧逼。美国的战略设计究竟是怎么样的？王先生怎么观察？就是一手软一手硬，硬的地方就是什么？政治面、军事面是够硬了。那经济方面呢？因为有互利，所以可以软。美国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哈，经济上它因为通膨嘛，它也需要这个大陆方面的一个什么相互的援助。那美国当然也受到这样的一个什么政治经济的规律所影响，所以呢，宁愿在这个经济上跟大陆有所松绑、有所合作但是政治上它还是要抓得很紧。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的一个对华的政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走向吧。在俄乌冲突背景之下，美国对于台海究竟是希望稳还是希望不稳？在美国现在的内部里面，它的一个政治正确就是反中，所以他会什么鼓动这种所谓两岸之间的一个什么对抗但是心理上他也很清楚啦，如果两岸对抗的话，那牺牲的可能也是台湾了不会是牺牲大陆有多少一个什么利益了。所以在这样的，而且甚至于很可能就是说两岸一冲突的话，这个搞不好两岸就统一了。理论上讲，两岸和平如果被打破，那么美国这张台湾牌就算是打飞了。可是呢，现在看让两岸起冲突，让兄弟反目、同胞相残，这会不会成为美国打台湾牌的新思路、新打法？刘先生，我们就是必须警惕美国有一些人，他们意图利用台湾问题来打断中华民族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从过去好几年特朗普时期开始，美方用各种手段来试图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方没有达成他们的目标。美方这么想，大陆方面怎么做，中国政府怎么做，台湾当局怎么做，这个还是有讲究的。其实我所了解是台湾当局内部，台湾的政界，台湾的民间社会，很多人他们看穿了美国要把台湾当一张牌，当个筹码，甚至当牺牲品，当炮灰，这样的那个说法，我们可以从民进党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李学仁什么这些人的言论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政府当然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准备的越充分，美方的这种图谋就越不可能得逞。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形成我们自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这个方式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我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来展开论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那个方式方法来更好的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来处理台湾问题，绝对不会按照美国人一厢情愿的设计的路线来处理台湾问题的。上周日，也就是4月10日，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定要窜访台湾，这个日子还是美国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签订43周年的日子。大陆方面对此严厉反对，并再三警告。没想到的是，就在要出发前2天，佩洛西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只能先隔离。据悉，佩洛西此次前往亚洲，原本是准备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再前往韩国。台湾是美方紧急调整行程后临时新加的一站，为此还取消了访韩的计划。如今整个行程又回到了待定状态，也令不少媒体疑惑，佩洛西的新冠阳性是否来得过于巧合了？事实上，在防疫政策相对松散的美国，政客感染新冠并不少见。就在上周，已有数十名白宫助手和联邦官员确诊。在4月7日宣布检测阳性的佩洛西，5日、6日还在跟美国总统拜登一起出席活动，且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进行过近距离接触，情况显然不容乐观。尽管白宫表示，由于2人只是短暂接触，且拜登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因此不算密接者，但美媒仍普遍担忧疫情或已直抵美权力中枢。
还有一种说法在媒体界流传，认为这很可能是佩洛西以新冠阳性为借口展开的一次战术撤退，其动机就是在试探大陆的底线后再退回至安全地带，从而既达到了在台海搅浑水的目的，又能避免引发大陆的强力反制。这种猜想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就在4月7日，中国外交部罕见连用4个严重来批评佩洛西可能的窜访，要求美方立即取消有关访台计划。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明确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反应，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有分析认为，美方则因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以佩洛西突然感染了新冠为由，取消了行程，为自己寻找了一个台阶下。我们不管佩洛西是否真的染冠这个实际上我们也无法去证实，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的这么一个戏剧性的这个变化来看，美国还是知道台湾牌不是那么好打的这次这个事件呢，其实还有一些值得观察的部分。就以往的话美国重要的人物有什么举动，如果要吹风的话，他们都是通过美国主流媒体来吹风，而这次是由日本和台湾岛上的一些媒体开始披露的，而不是美国主流媒体这就是表明在这件事情上美方实际上是心里有胆怯的他们在进行一次小心的试探。一向热衷炒作的台外事部门此次表现却十分低调。4月7日对外回应时只说会持续推动洽邀美方官员赴台，但是对于相关人士的邀访，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在适当的时候对外说明。一番官腔打得含糊其辞。有媒体评论指，对于佩洛西要来这件事，台外事部门的反应竟像是不知情。有台媒向佩洛西办公室询问，美方的回应也很模糊，声称不会在出访前证实或否认相关消息。我个人理解，台湾当局在佩洛西访问台湾岛的事情上，他们是心中没数。我们知道这1年多，美国发生的事情，让外部世界对美国政府的信誉都不是那么有数的在过去1年中我们看到美国在阿富汗的那种狼狈的撤退，以及在目前乌克兰事件中表现的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台湾当局我相信他是不敢太高调的如果他高调的宣传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件喜事，立即会变成丧事。佩洛西赴台计划引发舆论关注，与其目前的身份有很大关系。在美国政治体系中，众院议长是位列正副总统之后的第3号人物，在总统因故不能履职的情况下，将成为美国总统的第2顺位继承人。而佩洛西作为民主党内权势人物，一向被视为美政坛大佬，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佩洛西基本上面在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不可能来的情况下面，那众议院的议长呢，已经是美国表达呢对于呢挺台反中这个议题当中的极限操作。好，所以现在不能观察礼拜天了哈，现在可能要15天后，4月底之前，也许我们还要再重新谈一下这件事情1997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曾经窜访过台湾1次。不同之处在于，金里奇出身于共和党，而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则是民主党，两人分属不同的党派。但现在佩洛西与拜登同属民主党，这也就意味着佩洛西访台可能得到了拜登本人首肯，这或将标志着华盛顿数十年来对台政策的转变，势必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强烈冲击，还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尤其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一直以来讲的这个要构建全球性的这种民主联盟的这样一种计划，那么佩洛西显然是为了能够进一步推进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去进一步的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当然同时也有军事安全这些传统领域与台湾之间的合作，所以说他是为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进一步的加码，以及或者说我们讲查漏补缺来做一个呼应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佩洛西与拜登政府应该是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的。事实上，作为资深政客，佩洛西不可能不明白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和重要性。2020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台北法案，作为议长的佩洛西就是主要推手，他也借此博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今年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但当前民调显示，民主党想保持对国会的控制，情况不容乐观。今年1月，就在佩洛西宣布有意竞选连任之际，恰逢赖清德过境美国，佩洛西还与赖清德进行了视频通话。由此可见，不排除佩洛西想再借一次窜访展现姿态，攫取关注，从而达到提振选情的目的。然而，随着台湾行被搁置，有分析认为，佩洛西目前恐怕正处于一个骑虎难下的状况。如果他取消赴台计划，则可能会被美国国内选民视为对华软弱的象征，直接导致支持率下跌。岛内也有绿营政客暗指，佩洛西现在拖着不来，只会夜长梦多。万一连任失败，失去了议长身份，再想来台湾，台湾也不会太欢迎。美台政客双方相互利用的本质，由此可见一斑。他继续采取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与台湾方面的交流方式，应该说还是在他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那么究竟他是不是会确认重提这个访台计划呢？我觉得恐怕接下来还是要有多方的沟通啊，因为需要涉及到不仅仅是佩洛西本人以及民主党团队的这个评估，以及还要涉及到拜登政府对此的意见。4月5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批准售台爱国者项目人员技术协助案，总价9500万美元。这已经是拜登政府任内第3度，今年第2度对台军售。2021年8月，拜登上任后，美国国务院批准首次对台军售，向台出售总价7.5亿美元的40套帕拉丁中型4型榴弹炮系统及相关支援设备。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工程勤务计划。这次军售与2月份总额达到1亿美元军售案不同之处在于，2月的军售主要是爱国者的导弹工程勤务及导弹效能检测计划的设备与服务，用以维持改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而这次主要是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训练、策划、部署、操作、维护，并提供相关设备、零部件和后勤支援。说白了，就是所谓技术代表们赴台提供技术支持的相关费用，重点包括他们在台的生活开支、薪水、住房及家庭的安置费等等。那么像这个费用很可能呢是在之前美国和台湾地区呢签订爱国者导弹的相关协议的时候没有列进去啊，现在呢他是瞅着这个空子就找着这个名目单列一个服务去理直气壮的要这个钱。另一方面呢，它实际上呢也是给台湾地区呢提供相应的这种政治支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种支持啊。那么你得给我钱呀，台湾地区呢也是心领神会，就编列一个新的这种名目，就给美国呢把这个钱送过去。其实，虽然台湾地区已经采购爱国者系统多年，但美军并未协助台军构建相关的后勤维护力量，甚至因为是现役装备，保密性强，连实弹射击时也只能去美国射击。而台军因为受限于技术能力与防务自主化程度不高的限制，因此对于美方留一手以及有些杨顾问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态度，也只能忍气吞声。其实算上这次，从蔡英文上台算起，6年间美台军售就搞出了13笔，数额高达191.78亿美元，已经刷新对台售武纪录。而如果我们再把时间线拉长，从2009年至今，美国已经对台军售累计超过300亿美元。我们买的技术基本上简单的换成新闻大白话就是保护费了。那台湾如果各位看今天的报纸，我们跟美国买武器啊，在美国的军火工业当中，台湾排到全世界第6名，蛮多的。但是把台湾变成军火库，我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其实满地啊都是火药库，就怕跟火柴或者是擦枪走火，这个风险是越来越大的哦。由于连年向美国采购军备，台军的武器系统已经密集到了下不去脚的地步。岛内军武社网站就曾感叹，台湾防空导弹的部署密度仅次于以色列。香港中评社也评论认为，美国再次对台军售，又一次以实际行动在台湾议题上煽风拱火。面对挑衅逼迫，大陆势必不断提升军事实力，为武统做更充分准备。美国军售次数越多，金额越大，质量越高，引发武统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拜登政府这2次打补丁卖服务主要是为了赚取保护费，但其对装备运用维护及训练水平的提升也并非都是无用功。
个是美国呢在近些年，它呢不再去强调过多的这种数量的原因了。那么相应的这种后勤维护啊、通信、情报，以及呢这种人员的培训啊等等，它呢是越来越重视的。还有呢就把人员素质呢提高，大量的这种训练有素的人员，他们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啊，那所起到的加成作用啊，那是不好去进行的这种量化的。其实这些年，美国尤其重视强化台军不对称战力。3月中旬，台媒曾报道称，台海军部门以神鹰3号计划为名，推动对美采购12架反潜直升机。结果传闻被美国拒绝，原因是美国觉得不符合发展不对称战力原则。事实上，就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举行的2023财年政府预算支出会议上，美防长奥斯汀还在明确表示，将美军派驻台湾岛是错误且对美国无益处，违背了美国一贯外交立场的做法。但同时，他却强调要加快对台军售。拜登呢是连续性的给你卖东西，而特朗普呢是一次性的卖东西。那么特朗普已经卖的够多了，大的这些层面啊，就是你原来没有的我都给了。那拜登呢是什么呀？拜登卖的是支持，卖的是服务啊。实际上前边那些特朗普卖的东西啊，能够更好的去发挥作用，这呢才是关键。也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拜登啊是在查漏补缺，所以啊，拜登呢实际上变得更加的危险。他呢实际上采取的一种呢对台军售的小步快跑的这种方式，那这种实际上呢更讨厌。米利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讲话，宣称台湾应关注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入侵时的做法，并向基辅学习战术。美台相互勾连，个别人甚至蓄意将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问题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趁乱渔利，这是在玩火，玩火者必将自焚。这个呢就是用心险恶嘛，就是我们常说的，他就是搞台独嘛，就是在模糊性质，把自己呢塑造为一个受害者。实际上真打起来的话，它是内战，不是呢什么对外战争。来自美国的情报会在未来可能的台海有事中扮演多大角色，成为另一个被关注的话题。近日，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首度公开表示，美国正提供情报给乌克兰部队，以协助乌军执行在顿巴斯地区的行动，并发挥了很大作用。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称，如果台军得到美国的情报支援，情况会大不相同。对此，石洪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台岛的是四面环海，它没有任何的跟陆路相连的这种情况。如果呢是在进行作战的时候，肯定会对台岛呢实行四面封锁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像外来的，他要是要想进来，首先你得突破我们的封锁线。以现在的解放军的能力，那肯定呢是可以把他们拦下来。四面封锁之后啊，以岛内的这种存量，它的支撑能力啊是非常差的。所以啊，这些呢都是不能够去拿别的那种战争呀、冲突啊等等啊去进行的简单的这种套。乌克兰危机之下，美国部分高官多次借题发挥，毫无根据地对中国发起攻击。4月6日，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而受到的一系列制裁，应该让中国很好地理解。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可能会面临的后果。舍曼随即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台海局势，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将持续协助台湾维持所谓的自卫能力。舍曼并非近期唯一一个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海问题强行捆绑的政客。6日当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众议院的另一场听证会上称，如果大陆对台动武，拜登政府将准备动用所有的工具对中国进行制裁，并称各方不应该怀疑美国这么做的能力和决心。直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上周参加的这场听证会，原本主要针对的是俄罗斯。在会议期间，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质疑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俄制裁力度不够，不仅放过了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能源行业，一些俄罗斯的经济寡头也没有登上制裁名单。部分议员趁机拿中国议题向耶伦施压，刻意借台湾问题向他逼宫。这是一个先声夺人的这个方式吧。他其实真实的想法就是美国，非常担心这个要出现两线作战的这么一个局面这是他们应付不了的局面。至于美国扬言要以对付俄罗斯的同等制裁手段对付中国，吕翔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手段是一种典型的杀敌1000自损800的行为，在美国国内争议巨大。但若美方真的对中国下手，中国也必然会拿出手段反击。我觉得我们要回应的一句话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事端，那么我们在充分的准备下，我们是不用说好像要害怕美国的制裁这个底气我们是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仅在台海问题上存在矛盾心理，在对华经贸问题上也同样存在。一方面，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2022年初，美国竞争法案在众议院通过，该法案糅合了先前的美国芯片法案、英法案等多部法案，长达3600多页，有440处提到中国。众议院将美国竞争法案提交参议院后，共和党人却认为其对中国不够强硬，且过度聚焦气候变化和社会不平等之类的不相关议题。3月2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修改版的美国竞争法案。这份长达2375页的法案参院版法案中有663处提到中国，平均每3.6页就出现一次。中国俨然已成为推动提升美国竞争力的工具。法案明确表示，其宗旨是以中国为战略对手，提振美国在科技、教育、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对于涉华意味浓厚的2版美国竞争法案，中国外交部都做出了回应。今年2月，众院版本发布时，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该法案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零和理念，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鼓吹对华竞争，就涉台、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指手画脚。3月，参院版本发布时，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相关法案涉华内容与中美两国各界希望加强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美国怎么发展是美国自己的事，不要把中国当假想敌，动不动拿中国说事。不过就在同一时期，3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动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豁免关税。官方声明称，美国重新豁免对352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适用于在2021年10月12日至2022年12月31日之间进口自中国的商品。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国内企业就一直在呼吁停止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的关税。2021年8月，包括代表半导体、零售业等领域的30多家美国行业商会，向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出联名信，敦促拜登政府撤销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的关税，并呼吁重启和中国在经贸领域的接触。去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美国会仔细考虑如何与中国再挂钩。戴琪表示，美国将重新豁免549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就此征询公众意见。然而，最终只豁免了549项中的352项，包括泵和电动机等工业部件、某些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背包、自行车、吸尘器等消费品。4月5日，戴琪在新加坡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记者直接问及：既然美国普遍认为附加关税无用，为何不直接取消对华附加关税？美国是否准备与中国脱钩，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戴琪表示，脱钩不是拜登政府的目的。Could it lead to a decoupling? So, between whom and whom? Well, US and China, and hence forcing countries, trade partners, to choose sides again. I think that we are very much focused on realign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那么在这个时候继续保留这种贸易限制或者说贸易战的措施的话，对美国经济来说无疑就是一个自残的行为对他们自己的伤害远远大于对中国这个制造业的伤害但是呢，很
很令人奇怪的一点就是，拜登政府他们知道这个贸易限制政策是有害的，但是呢，他们又觉得这个一定的贸易限制呢，可以作为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的一个所谓的筹码吧。在其他方面，我相信他们还会出台一些限制措施，比如说对中国这个高技术领域，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限制措施。美国的对华政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摇摆不定的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现在已经到了政治人物迭代的关键时期。从特朗普上任至今，美国政坛一直处在老人政治的局面。2017年，特朗普以70岁高龄上任美国总统，创下美国历史上最老总统的纪录。拜登更是以78岁的高龄刷新了这个纪录。在拜登团队中，现任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次长科林·卡尔博士等多名关键部门官员，被认为是美国对抗中国的新生代对华政策操盘手。这些人中，除了年纪最大的坎贝尔之外，大多是70后。年龄的差异也意味着拜登与他的对华智囊团在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美国从总统到官员经常会出现在涉华表态上步调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在目前的美国权力格局中呢，我们看到是差不多是40后的这些人做最高的决策，50后、60后呢，这个包括坎贝尔还有他的副总统，他们就参与的是决策和执行。另外有一批像沙利文这样的这个70后的人这个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下一届选举2024年选举为节点美国政治处在一个权力交接的一个关键时期。我相信到24年。这个美国的权力很可能会向70后和甚至80后的人转移。吕翔指出，这种权力的交接也带有潜在的危险性。在国际局势激烈动荡的当下，随着下一届大选的临近，美国政府可能会出现更多不可预测性。年轻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可能会以突破现有底线的方式来博取政治上的关注度。拜登的表达，我觉得还是一个底线吧，就是说他不愿意经他之口立即挑起中美的更剧烈的冲突。实际上，目前的局势已经比冷战更危险它实际上是处在热战的边缘。那么，会不会美国把这种紧张局面全面的推向全球？我们也需要有警惕，尤其是美国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比如说2024年要向更年轻一代70后甚至80后转移的时候，这些人会不会要借危机来这个重新树立美国的这个国际全球统治地位这个都是有很多不确定，但是高度这个风险性非常高的这种局面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我觉得就是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从军事到经济到政治。